我是苗家老二苗青草，上有大哥，下有小弟。爸妈常说闺女是草，儿子是宝。3年前，他们让我辍学，守着家里的裁缝摊子，可我偏不服。草儿，你看你，才用3年就把小裁缝铺做到全镇最大，挣不少了吧？你和你对象是不是也快办喜事了？萍姐，你就别笑话我了。不瞒你说，我今年还想考大学呢。你现在就是个行家，等上了大学不得飞黄腾达啊？到时别忘了关照姐啊。青草，哟，小相好来了，你们聊。青草，我考上了大学，以后就是城里人了。哎，你考得咋样？收到录取通知没？我知道你白天守店，晚上偷偷自学不容易，可我妈说了，未来儿媳得是大学生，不然配不上我们家。你要是没考上，恐怕……苗青草，挂号信。阿祖，我考上了龙城大学。天哪，重点大学！你走什么运了？竟然比我考的还好。对了，你要去龙城了，那你的服装店怎么办？把店盘出去，至少能卖个10-20万，给爸妈养老，或我们3兄妹分一分，我只要几百块交学费就行。你为家里付出这么多，又考得这么好，你爸妈肯定支持。今天必须把店面腾空啊！爸妈，你们现在卖店是知道我的好消息了？是有好消息，你大哥在县城当经理，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你3弟没考上大学，要出国镀金，方方面面都需要钱，我们这才把店卖了。卖了多少？你这猪脑子，守着铺子干了3年，才卖这么点钱？2万？我升级过的店面起码能卖10万，加上存货，少说也值20万，你们2万就卖了？2万？我升级过的店面起码能卖10万，加上存货，少说也值20万，你们2万就卖了。你哥娶媳妇还差1万，你弟出国要1万，不卖哪来的钱？那也不能这么贱卖啊！你们卖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吗？我们是你爸妈，你的命都是我们给的，家里着急用钱，我们想卖就卖，还用得着跟你这个赔钱货商量？哼，这服装店是我一手盘活的。辍学这3年来，我起早贪黑的踩缝纫机接订单，每天睡4个小时，才把小摊子做成全镇最大的服装店。这些你们都看不到吗？草儿，妈知道你辛苦，可谁让你大哥3弟有出息，是咱家的门面。他们结婚找工作是头等大事，你是闺女，迟早是别人家的人，你体谅一下，以他们为先。卖店2万，大哥1万，3弟1万，我连1毛钱都不值吗？哎呀，你吃家里的，住家里的，要什么钱？我要上大学啊！爸妈，我真的考上了龙城大学。你们看，这是通知书。少拿张破纸忽悠我，高中都没读完，怎么可能考上大学？没有，是真的。求你们让我去吧，我以后工作赚钱，10倍100倍还给家里。投资你就是赔本，就让我去好不好？我会努力学习，有出息回报你们的。说的轻松，少做梦了。你哥你弟才是咱家的希望，你就老老实实赚钱，帮衬家里吧。不，我要上学，哪怕你们不分我钱，我自己打工养活自己，只要让我去报到就行。200块，给我200块当路费好不好？钱都给你兄弟了，哪来的给你？从2万里分200，还敢提那2万？我看你是欠收拾！看我今天不断了你的念想！你们凭什么撕我的通知书？就凭老子给了你这口气，撕了就撕了。就你这破脑子，能考上什么好学校？我考的是重点大学。笑话！你以为你是你哥，连瞎话都不会编，真是个废物，还上学？我看你就是闲出屁了。明天赶紧找个地方上班，工资交家里。爸妈，你们太过分了！就因为我是女儿不是儿子，你们就要这样糟践我吗？草儿，你这么说就太伤我们的心了。这些年我们哪儿亏待你了？从小到大，我什么都得捡大哥用旧的用，弟弟怎么欺负我，我都得让着。你哥毕竟大，你弟毕竟小啊。我以第1名的成绩考上了高中，你们说家里负担不起，让我辍学我就辍学，让我看店我就看店。这些年家里哪一件事不是我操持的？你们生病哪一次不是我贴身照顾的？哪份开销不我起早贪黑赚来的？那是你应该做的，你不奉献谁奉献？
为什么吃苦受累的是我，吃亏受委屈的也是我？好事全让他们占了，我真是你们亲生的吗？小兔崽子还敢顶嘴！别打了，街坊邻居都看着呢，丢死人了！有本事你也带把啊，还敢朝我们叫唤？是，我就像你们给我取的名字一样，命如草芥，不该生在你们松柏长青的苗家。你有这个自知之明就好。你拿包袱干啥？谁准你收拾东西了？我这条贱命不配有你们这样的父母，我要离开这个家。你拿包袱干啥？谁准你收拾东西了？我这条贱命不配有你们这样的父母，我要离开这个家。你敢！你今天要是敢踏出这个家门，我苗家家产你1分钱也别想捞着！整得我在家就能捞到什么好处一样。你离开苗家，你屁都不是！从今往后，我这条贱命是死是活，都跟苗家没有半点关系。走了就别回来。放心，我不会想回来。倒是你们，再有任何问题就去找你们的好儿子。我们本来就不指望你，我们有你大哥3弟就够了。好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你哥要考学费脑子，你弟年纪小要补身体，有白米饭吃就够了，抢什么肉？草儿，你晚2年，和你弟一起上学，倒是好在班里照顾他。爸，我中考考第1了，比我弟多考了100多分。你哥在读研，家里再供不起2个高中生了，你弟脑瓜子灵，要不你还是别念了，回家看裁缝铺，挣钱才是正事儿。青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正要去找你。阿祖，爸妈把店卖了，把钱全给了哥哥和弟弟，还把我的录取通知书撕了。我从家里跑出来了。青草，我们分手吧。青草，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青草，我家是高知家庭，我爸妈都是要脸面的人，处对象高低得是大学生。你现在高中都没读完，他们肯定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。阿祖，你说过会一直支持我。我也想支持你，可我做不了主。我妈说了，像你这种家庭就是个无底洞，不知道得贴多少钱进去。要是我非跟你在一起，就跟我断绝关系。你可以和家里决裂，但我不行。咱们这么久的感情，你说不要就不要吗？哎呀，咱们以前是以前，可我上了大学以后就是城里人，你还在乡下干苦力，你觉得咱俩还般配吗？我知道了，祝你以后喜结良缘。来，这杯酒敬咱们老苗家。老子当了经理，娶了城里老婆，老三出国镀金，回来就是海归精英。咱们苗家终于在龙城站稳脚跟了。干杯！干杯！等我镀金回来，我们兄弟俩大展宏图，一起发财。青草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真晦气！哎呀妈呀，别进来！我这纯羊毛地毯几千块一瓶，才脏了你赔得起吗？哎呀妈呀，别进来！我这纯羊毛地毯几千块一瓶，才脏了你赔得起吗？姐，你不在老家陪爸妈，跑来龙城干嘛呀？大哥大嫂3弟，我想来龙城做事，攒钱读书。来这儿做事，我们家可没有多余的房间给你住。我没想住你们这儿，我就是想借200块过渡一下，等我找到工作，发了工资立刻就还。借钱？姐，不是我不帮你啊，我出国读书的钱都是爸妈给的，我也没有多余的钱啊。我们也没有，我怀孕了，养胎到处都要花钱，哪有闲钱借你？我只要200，实在没有100也行。青草啊，不是大哥说你跟着爸妈好好开你的服装店呗，干嘛非得来龙城做事？你们不知道吗？爸妈为了给你们凑钱结婚出国，把老家的店卖了，我没地方去了，才想来龙城边打工边学习，以后开自己的服装店。
姐，你能别想一出是一出吗？爸妈年纪大了，大哥有一大家子要照顾，我要出国读学，你走了谁来照顾爸妈？你太自私了。我自私？我3岁穿针，5岁缝扣，7岁洗衣做饭。你们读书，我辍学，你们逍遥快活，我累死累活，大把贴补你们。现在我只想借200块，你们却说我自私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斤斤计较？你们这些年吃喝读书、结婚、出国的钱，都是我起早贪黑一分一分挣来的。我几十万的店说卖就卖，钱全进了你们腰包，好意思说我斤斤计较？那店铺是爸妈的，你是苗家女儿，干活养家天经地义。那怎么不见你干活养家？够了，苗青草，你在我家门口嚷嚷，让邻居听见，我脸往哪搁？赶紧回老家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我再问一次，200块借不借？不借，赶紧滚！可他还想读书开店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天凯，还不照照镜子？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，一定。原以为远离亲情压榨就能解脱，可真的闯荡后才明白，成年人的谋生从来都是步步坎坷。我做过清洁工，凌晨4点扫大街；当过服务员，被客人泼过菜汤。这件事都做不好，滚！住过地下室，墙壁发霉，老鼠从脸上爬过，被骂过，被欺负过，但我没哭过，因为我知道哭没有用，活下去才有机会翻盘。你个杀千刀的敢坑我！什么狗屁旺铺，鬼都不来，货卖不动，库存压了一堆，我这店开了3个月，赔了3个月，再这样下去，下月就得关门。您点的猪骨汤放那儿吧。老板，你要清服装库存，我有办法。就你一个餐馆服务员能有什么办法？听听又不亏。要是您觉得没用，我给您送1个礼拜的饭。我说的送是送上门，不是赠送。人倒是实诚，那你说说看，有什么奇招能处理掉这几10万的货？您店里的衣服款式新，料子好，价钱也不便宜。可惜这条街没有高消费场所，来往都是遛弯的，兜里揣个几10块钱。您挂上摆的衣服，人家进都不敢进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要是只有降价这个馊主意，就别说了。不降价，咱就玩3板斧。先批量去库存，你将便宜的衣服、裤子、裙子、丝巾塞进礼盒，价格几块、几10块都有，取名叫福袋。盒子封死，指标吃码，不写内容，每个盒子卖55。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谁会买？你拿喇叭宣传，运气好能花55块买到上百块的东西。人都有赌性，路过10个人，有8个想试试。拆出100多东西的人会到处炫耀，到时会有更多人往你店里跑。因为占便宜是人的本性，就算没开出高价，也会觉得是自己一时运气不好，下次还来试。这招够损，还有别的招吗？人一多，你就限量500个，售完就停，第2天400个。卖到后面等便宜货清的差不多，你就卖高端货，提高价格，每天只卖100个。涨价还限购，疯了吧？人就是这样，买不到的才是好东西。我也是最近才看清，不管是人还是货，越巴巴往上贴，越不值钱。这真能行吗？越限购越有人抢，龙城的有钱人多的是，他们不来是觉得店不够档次，限购一挂，他们反倒会自己找上门了。有道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一招，白送。什么？白送？那不得亏死？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送。龙城歌舞厅舞女、饭店女招待、百货大楼柜姐，她们天天接触人，长得漂亮，穿得时髦，挑10款衣服送给她们，就是活广告。这样真能赚钱吗？姐，10件衣服成本才多少？但那10个人可是10个活招牌，真人买家秀比口头吹嘘管用100倍。妹子，这些你都从哪儿学来的？这些我在老家开过裁缝铺，知道人买衣服时心里想什么。不仅是买来保暖，更是买面子、买运气、买别人羡慕的眼光。是人就难免比较，难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。我做生意这么多年都没你看得明白。成，我先照你的法子试试看效果怎么样。哎，靓女，过来，给哥倒酒。
亮，你这小腰挺细呀，在这端什么盘子啊？跟哥走呗。先生，您的酒倒好了，请慢用。别走啊，哥还没喝够呢。别走啊，哥还没喝够呢。请你放尊重点。老子花钱来吃饭，叫你倒个酒，你还马上谱了，敢忤逆老子？信不信老子让你在这干不下去？老板，你的人动手打人，你他妈的管不管？苗正草，你怎么回事？让你伺候客人，怎么还把人打趴下了？是他先动手动脚。行了，这月都第几回了？人家是客人，你忍忍能少块肉啊！赶紧给人家道歉。我没错，凭什么道歉？听听，这什么态度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把这小娘们开了，这事儿没完！你给我走人，这个月工钱扣了，就当赔人家的医药费，赶紧滚！我看谁敢欺负他！是你，你小子还装呢，在这占服务员便宜，没告你就不错了，还想讹医药费，再闹我就报警，看看是调戏妇女的罪名大，还是摔跤的事儿大。还有你，堂堂一个老板，员工被人欺负了，你不护着他，反倒把他推出去，活该你生意做不大。客人闹事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孬种，这种闹心摊子不待也罢，赶紧把我妹妹工资结了，否则我天天带人来闹。少在这里打发叫花子，没让你赔精神损失费就不错了。姐，谢谢你。客气什么？你不也帮过我？对了，姐，你的衣服卖的咋样了？我就是来给你报喜的。按你教的，盲盒福袋几天就清空了，现格的高端货也被抢光了。我又进了一批新货，还有那些歌舞厅大饭店的美女，穿着咱的衣服满城晃悠。现在龙城的大姑娘小媳妇全往我店里跑，真的太好了！这批货净赚10万，我分你1成，1万给。1万？这太多了，我啥都没干。谁说没干？没有你那些好点子，我这店早关门了。拿着。谢谢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把隔壁也盘下来了，店面扩大了1倍，我想请你来当我的销售主管，底薪2000。2000？这么多？还有提成5%呢，干不干？想干，但我干不了。为啥呀？我干不了。为啥啊？我报了夜校上课，白天只能干到7点。你都能赚钱了，还读什么书？读书能长见识、明事理、看清局势。我出身普通，只能靠手艺加学问把自己的日子攥在手里。难为你人聪明还这么踏实。成，7点就7点。你真的答应？我投资的是你的脑子，不是让你熬身子。再说了，我自个儿也烦加班。咋哭了？我没说什么吧？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有人投资我，第一次有人觉得我有价值。以后会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你的好。老总，给青草来份猪骨汤，大份的。姐，不用，姐请你。瞧你刚才看那碗剩汤的眼神，当我没看见。青草，以后跟着姐，不许饿着自己。大哥三弟嫌弃我是泥腿子，我就让他们看看泥腿子能走多远。爸妈觉得女娃不顶用，我就要让全龙城看看女娃能顶半边天。生意不错。王经理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我来通知你们，从下月起，店面租金涨了，1个月5万。一下涨这么多，我们还怎么赚钱？一下涨这么多，我们还怎么赚钱？这就是你们的事儿了。这条街已经被大名鼎鼎的陆海地产接手，租金自然水涨船高，人气旺了，对你们生意也有好处嘛。可你们也不能……什么？东家要来巡查？好，我这就去迎。放心，涨租我都安排好了，保证万无一失。记得哦，押1付3，一次性20万。天杀的，这些年净给房东打工了。生意该做还得做，不过这王经理态度蹊跷的很，我去联络联络，看看到底有什么猫腻。
陆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我陪您一家家看过去。不用，我不喜欢人跟着。本店周年庆发售限量盲盒300个，幸运者将开出隐藏款港星春晚同款连衣裙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错过今天再等1年。大家不要急，都有份儿。这边请，小心台阶。这些女人怎么这么傻，为一条不确定的裙子去碰运气啊？是人就有赌性，盲盒、隐藏款，把不确定变成期待，把购物变成惊喜。想出这种销售策略的人，有点意思。你个骗子！我花大几十买的盲盒全是便宜货，我要退钱！女士，盲盒本身是随机款式，咱们预先就说的明明白白。我不管，盒子里的东西跟我不搭，我一件都用不上，给我退了，不然我砸了你的店！我帮您看看。女士，盲盒里的衬衣、丝巾、发箍都是今年的最新款，您气质这么好。我再给你挑一条现在最火的波点伞裙，您穿上试试。那行吧。太好看了，又时髦又养眼，简直像电影明星呢！看起来好看呀，还不错，那我不退了。这条裙子我也买了，我也要退款，我也要。 3言2语就化解一场危机，还多做了几单生意，这姑娘不简单啊！陆总，刚收到消息，商业界10几家商户联名举报管理人员私自大幅涨租、违规收押，还涉嫌私下吃粥回扣，已经闹到工商所了。彻查，不管是谁重宝私囊，败坏陆海名声，概不轻饶。是。这1年多，我白天卖衣服，晚上读书，虽然累，但比起被人踩在脚底下，累的至少有盼头。恭喜顺利毕业，这是你的20万分红。青草，你熬出头了。你现在有钱了，有什么新打算？我想开一间属于我自己的服装店，做我自己的品牌，掌控自己的人生，再也不受人摆布。好。 我支持你。等店开起来，我就把最疼我的奶奶接过来。虽然她在电话里从不抱怨，但我知道她肯定吃了很多苦。你不也是？嗯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奶奶，草儿出大事了，你赶紧回来。草儿出大事了，你赶紧回来。奶奶，你出什么事了？可别吓我啊！放心，我没事儿。 是家里，前阵子咱家几块地被征用，补了5万块，你爸妈高兴，你大哥大嫂还有你弟都回来了，一家子都在，就差你了。你啥时候回来？草儿，你是不是还在生你爸妈的气？奶奶已经骂过他们了。我没有生气，他们聚他们的，我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。傻丫头，你大哥大嫂还有你弟回来，是准备分拆迁款呢。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你排除在外呀！奶奶，我想明白了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，书我自己读，钱我自己挣。哎，可怜的孩子，奶奶心疼你啊！妈，叫你刷碗叫几遍了，耳朵聋了。来啦来啦，奶奶他们骂你了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自己走掉，留你在家受委屈。傻孩子，奶奶没事儿，只是奶奶今年70多了，不知道还能活几年。 就想在闭眼前再看看我的乖孙女。奶奶，您别瞎说，我马上回来看你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，大家都在，我很高兴。爸，吃肉，还是老大孝顺。爸妈，那5万块拆迁款能不能先给我们用？孩子出生后2居室不够住，我们想换个3居室，还差个20万。 是啊，买个大的，您2老以后来看孙子也得有间房不是？全给你们了。那我跟你妈养老，你2了跟我读书这么多年，我还能不给你们养老吗？好，好，好。爸，那我呢？我在国外新交了个女朋友，人家可是城里人，彩礼这个数
哥拿了5万，我要10万，不过分吧？拆迁一共就5万，哪来的10万给你？你想办法呗，再拆迁几块地，大不了把这房子也卖了，总得让老三把媳妇儿娶了吧？回头再说。富贵高弟，你俩可真有福气。青松是大经理，清柏喝了洋魔水，现在整个平阳镇谁不知道老苗家出了2个金凤凰？可不是嘛，俩儿子这么有出息，以后等着享清福喽。我这2个儿子打小就聪明，随我。对了，你们家二丫头呢？混得咋样？别提那个白眼狼，丢下一大家子不知道跑哪儿去，兴许睡大街呢。女娃子没脑子，一辈子也就那样了。哼！你们丧不丧良心？清朝那孩子打小心灵手巧，家里这些年的花销哪一份不是他挣的？你们偏心就算了，还要糟践他。奶奶，之前的服装店是爸妈的，您就别给青草脸上贴金了。就是，她一个没读什么书的村姑，能有什么出息？迟早要回来求我们。女娃子就是女娃子，哪能跟儿子比？我苗家的脸全靠我2个儿子撑着。说够了吗？混账东西，还知道回来！哟，这不是离家出走的苗青草吗？一年到头不跟家里联系，一听说拆迁分钱了，闻着味儿就回来了。当初心高气傲的，还以为你能混得有多飞黄，结果还是那一身破衣服，真是丢我们苗家的人。哼！我说你不会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回来要钱的吧？还好我专门穿了离家时那身衣服，不然都照不出你们一个个的嘴脸。我不是来要钱的。那你是回来干什么？看风景？奶奶，我回来看您了。乖孙女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草儿，你还没吃饭吧？这城里不好混，你要是待不下去了就回来。家里有田有地，你帮着种种田，贴补家用，也不少你一口饭吃。来来，坐。陆妈都给你台阶下了，别给脸不要脸！青草，你至于吗？爸妈不就是给我和清柏多花了点钱，你就记恨到现在？你心胸也太窄。你们得了好处，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既然今天人都在，咱们就把这些年的账一笔一笔算清楚。爸妈把你养这么大，你有什么账可算的？我5岁穿针缝扣，7岁就给全家洗衣做饭，从小被你们逼着晚上学，就为了让我跟清柏同班，伺候他吃喝拉撒。谁让你伺候了？我年年考第1，就因为我是女娃，你们就逼我辍学回家守着小裁缝铺。我起早贪黑3年，终于把小摊子做成大服装店。你是苗家的女儿，干这些不是应该的吗？应该的，都是你们的孩子，凭什么大哥3弟光享受不出力？我辍学供养他们，你们夸过一句吗？给我买过一件新衣裳吗？我穿的全是你们不要的旧衣服，我连吃块肉都要被你用筷子打。那么久的事儿都过去了，那就说点没过去。去年你们背着我，把我辛苦经营3年的西装店卖了，那可是值1-20万的店，你们2万块钱贱卖了，钱全给大哥小弟了，1分都没给我留。你哥你弟有出息，多培养他们也是应该的呀。少在这儿嚷嚷，店是我的，我想怎么卖就怎么卖，钱给我儿子，花田金第一。草儿，当时你大哥结婚，清柏出国都急用钱，你先帮衬他们，等他们以后发达了，才能反过来拉你一把呀。从小到大，我帮衬的还不够吗？你读书不行，靠自己混不出名堂，不就得有远见啊？我读书不行，我都考上大学了，龙城大学。我把录取通知书捧到你们面前，想借点学费，结果你们看都不看，一把就撕了。还考上了龙城大学，那可是数1数2的重点大学啊！重点大学我都没考上，就凭你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鬼话连篇，忘恩负义的东西！你们还是这样，大哥3弟说什么你们都当圣旨，我说什么你们都听不进去。凭什么听你说？你们3个，就属你最没出息，最不孝顺，家都不知道回，我看到你就来气。是，我没出息，我不孝顺，我爱计较，我这么一无是处，还回什么家？没人求你回来，现在就给我滚！你以为我想回来啊？
要不是奶奶想见我，我这辈子都不想踏进这个家门一步。哎呀，行了，都别说了，大过节的也不怕别人笑话。苗青草，你够了啊！爸妈年纪大了，你偏要惹他们生气。去年就闹，现在还闹，你非要把这个家闹得鸡犬不宁才安心，是不是？我难道不该闹吗？钱你们拿了，美名你们背了，我想读书读不成，借200块被你们扫地出门。家里拆迁分了钱，你们防贼一样防着我，全瓜分了，反倒骂我不孝。你们但凡不那么偏心，但凡给我留一条活路，这个家都不会闹成这个样子。告诉你，拆迁款1分都不会给你，你想都别想。拆迁款我1分不要，从今往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你们的死活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反了你了，养你20年，想甩了我们，做梦！白眼狼，看我不打死你！白眼狼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住手！你今天敢动他1根手指头，就先打死我！啊，你别管，这是我们跟这小白眼狼的事儿。我怎么能不管？你们心里只有2个儿子，青草呢？青草不是你生的，他从小为这个家累死累活，你们什么时候把他当过人看？妈，青松，你是老大，家里好吃的好穿的都先紧着你，重活累活都青草干。你上大学结婚的钱都是青草辍学打工挣的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你为他付出过什么？还有你清白，你上学的时候家里穷的揭不开锅，是你姐放弃自己读书的机会，起早贪黑给你挣学费买衣服，你才能舒舒服服念完高中出国。你跟他说过一句谢谢吗？你现在喝着洋墨水，就忘了你姐的恩情了。她自愿的，又没人逼她。再说她一个女孩子家，读书有什么用？还不如早点挣钱养家。可以不记他的好，但不能把他往泥里踩。你们现在一个个觉得自己是人上人了，你们是踩着他的肩膀爬上去的，没有他，你们什么了都不是。散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宝儿别怕，跟奶奶进屋，奶奶护着你。好，奶奶，正好我有东西要给你。哥，你说那丧门星要给奶奶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他不会是装模作样，想哄奶奶给他分拆迁款吧？他想得美！我的草儿怎么瘦成这样了？你在外面是不是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欺负？奶奶，在外面一切都好，就是特别想您。你这孩子打小就这样，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，从来不跟我半句委屈。我的好草儿啊，命太苦了。奶奶，我有东西给您看。奶奶，您看，我靠自己上学了，这是我的毕业证书，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。我就知道我的草儿聪明，一定有出息，奶奶为你高兴，为你骄傲。奶奶，我还有东西。草儿，你干啥了这么多钱？奶奶，你别担心，这都是我挣的。这1年我在龙城帮人卖衣服，挣了20万，每一分都是干干净净挣来的。好，好，我的草儿终于熬出头了。奶奶，我准备明天就去城里租店铺，开一间自己的服装店。等店开起来，我就回来接您去城里享福，您再也不用看他们的脸色。不用不用，草儿，你一个人在城里打拼也不容易，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。奶奶年纪大了，在老家住惯了，不想给你添麻烦。奶奶，您怎么会是麻烦呢？从小到大，全家只有您疼我，给我塞吃的，教我认字做衣服，教我看店算账。我能有今天，全都是您的功劳。我挣了钱，最该孝敬的就是您，让您过上好日子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。
好，奶奶没白疼你。奶奶，钱的事您谁都别说，尤其别让我爸妈他们知道。奶奶小的，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。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去城里租店铺。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去城里租店铺。20万，竟然有20万！这死丫头藏了这么多钱，竟然1分都不肯给家里，没良心的东西！轻松换房还差20万，这钱正好补上，省得我再费心。奶奶，店开好了，我接你进城享福。死丫头，还想开店当老板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老子养你20年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你一个丫头片子，挣那么多钱也没用，还不如给我儿子用，将来还能给我养老算终。20万，这下轻松的房子有指望了。这死丫头，看你以后还怎么嚣张！这死丫头，看你以后还怎么嚣张！你这丫头，租店铺怎么还穿成这样？我铁梅时装店的招牌都要被你砸了。咱们进去吧。二位，你们走错地方了吧？这儿是租售大厅，不是收容所。没钱别来凑热闹哈。你什么态度？我们是来租店铺的。租店铺？咱这都是旺铺，年租金15万起。你们谁租啊？我要十字路口那间。小姑娘，你知道那间多少钱吗？20万，现款一次性付清，你有吗？这里面有20万，签约吧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付款后马上就能签约。咋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昨晚明明还在的。我看你是来捣乱的吧？穿成这样还装大款，赶紧滚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我的20万到底在哪儿？老公你真厉害，轻轻松松就买上了3居室学区房，以后咱儿子就能上最好的学校了。幸好爸妈多给了20万，不然凑不够首付。20万！青草，你们刚刚说爸妈多给了20万，你听错了，哪有什么20万？你们哪儿来的20万？我包里的20万，一夜之间变成了纸钱，是你们偷的。苗青草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咱们是一家人，什么偷不偷的？少在那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不是偷你的钱，你当然不疼。是我拿的，怎么了？卖服装店的钱，拆迁的钱，你们都给了他和清白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偷我的钱？你哥是城里的大经理，干大事的，买套大房子怎么了？那也不能偷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啊！草儿，你大哥大嫂买房子还差20万，所以就暂时挪用了你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快给你补上。不要碰我！妈，她是你妈，怎么跟她说话的？你们不配做我爸妈。不就用了点你的钱，就连爹妈都不认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？一点。那20万是我起早贪黑、省吃俭用攒下来的，是我拿来在龙城开店的。家里人房子都住不上，你居然还想开店？你怎么这么自私？我辛苦挣的钱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挣的？你1没学历，2没脑子，能挣几个钱？要我说，你这钱8成是当初帮我们看店的时候偷偷昧下来的，是你偷我们的钱。你少血口喷人！这20万是樱草在我店里卖衣服一点点挣的，我亲手发给他的。倒是你们一味压榨他，现在还想给他泼脏水，真不要脸！这是我们苗家的家事，你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他不是外人，在龙城打工这段时间，是他收留我，给我机会，在我心里，他就是我的家人。他是你的家人，我们就不是你的家人了。你们拿我当家人了吗？
你们偷我20万的时候，想过我这个家人会有什么后果吗？青草，我不知道那20万是你的，我要是早知道，肯定不会让爸妈拿出来的。但你换个角度想，你才22岁，先在老家凑合几年不行吗？就非要花那么多钱在城里开店？凭什么要我凑合？我是活菩萨吗？我累死累活打工攒钱，不是为了给你们换大房子。就是要凑合，为什么不能是你们凑合？你们钱不够就住小房子啊，为啥要偷别人的钱买大房子？一个个脸皮真够真厚的，爸妈没有心，哥嫂不要脸，青草托生在你们家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回了。苗青草，你就这么联合外人欺负自家人？少废话，还钱20万。草儿，你别着急，这钱我们迟早会还你的。我现在就要。苗青草，你就这么不讲情面？没看到我这买房急用？我比你还急，我看好的店铺今天就要签约，我给你们2条路，要么还钱，要么我报警。苗青草，你太过分了！就因为20万，你就要跟我们闹得要报警？这都是你们逼我的。看我苗富贵养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女儿，竟然要把老子送进监狱！最好让邻里乡亲们都看看我养了个什么自私自利的白眼狼！草儿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以前你大哥小弟上学买东西，你给钱眼睛都不眨一下，怎么进城后就变了？是不是他带坏你的？跟别人没关系，是我自己醒悟了，不让你们吸血就是变坏了。行啊，那我以后就当个坏女人。青草，现在说什么也没用，钱已经花了买房子了，没得还。那我只好去派出所了。草儿，妈求你，别闹去派出所行不行？也不是不行，我给你们第3个选择，把这份断亲协议签了。什么断亲？不可能！那报警好了，盗窃20万，估计得判3年以上了。你威胁我？我是你亲爹，哪有亲爹半夜偷女儿的钱，把20万换成纸钱？青草，你怎么？你疯了！你报警抓自己的亲爹，别人知道了还怎么看你？你爹要是进了局子，谁给你奶奶养老？奶奶有我给她养老。草儿，我们养大你不容易，你哥买学区房也是为了你侄子，为了咱老苗家的根呢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？我体谅了你们10几年，你们谁体谅我？没这学区房咋上学？你当姑姑的忍心让你侄子没书读吗？他又不是没房子住，有多大碗吃多少饭，没钱就别学人买大学区房。你们的孙子不会没书读，我当初才是真的没有书读。你们要么还钱，要么签了这协议，要么我去报警。老公，不能让他报警，闹大了咱这新房子也保不住。青草，刚才是哥的态度不好，哥给你道歉，别动不动就分家报警的，咱们坐下来好好说。这20万你就当借给哥，做个顺水人情。你在龙城要是有用得着哥嫂的地方，我们肯定也帮你。哥，你忘了，当初我来问你借200块，你连家门都不让我进，我怎么相信你会帮我？青草，当初是我们不对，我们补偿你，明天我们就找关系，给你在龙城找个像样的工作，保证让你以后不用再穿这种破衣服了。我不需要。这是什么态度？就你这学历，没有你大哥大嫂帮忙，你还想在龙城混下去？我不需要你们假惺惺的帮忙。我再说一遍，要么还钱，要么签协议，要么报警。钱没有，你有种你就去报警，反正这协议我不签，签了全村人怎么看我？我这张老脸往哪搁？你偷我钱的时候就已经够不要脸了。我那不是偷，是替你保管。你拿着20万不安全，我替你用在刀刃上。我哥买房是刀刃，我开店就不是刀刃。你哥是经理，干大事的。你一个女娃开什么店？开了也是祸害钱。行，不签是吧？派出所见。草儿，站住！你敢去试试？签还是不签？不签！我这辈子都是你老子，你别想摆脱我们。青草过没有？你把爸送进去了，别人会怎么说你？他们会骂你不孝，戳你一辈子脊梁骨。你以后还做不做生意了？谁愿意跟一个把自己亲爹送进局子的人合作？你们吸了我这么多年血，谁戳过你们的脊梁骨？爸，不能闹到派出所啊！到时咱家脸都丢光了，还会牵连轻松的。爸，要不您就签了吧。青草这倔脾气，他真敢去报警。
我好不容易升了经理，要是留下污点，以后还怎么升职？我垮了，以后谁孝敬您？好，钱就当没生过你这个混账东西。苗青草，我就等着看你没了我们这些家人能走多远。等你以后后悔了，别来求我们。放心，我不会回来。以后逢年过节的纸钱，我提前给你们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青草，恭喜你重生了！从今天起，我是我自己的了。铁梅姐，我想做自己的时装品牌，为国人设计更多既好看又实用的衣服。好，我支持你。看够不够启动资金，你的品牌我入股了，咱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还在愁国金商场入驻的事儿，要我说，咱们品牌生意这么好，就非入驻它不可吗？咱们虽然业绩不错，但名气还没打响。国金商场是陆海集团在龙城新建的高端商场，我们这个店要是能有一席之地，品牌声誉将上一个大台阶。可竞争对手都是国际大牌，咱们没背景、没资历、没规模，现在资料递进去，人家看都不看，上门拜访门都不让进。话是这么说，不过总得搏一搏。我打听到招商负责人明晚会参加陆海的一个私密酒会，我打算去碰碰运气。私密酒会？你搞到邀请函了？谁说就一定要邀请函了？负责人刘总的休息室好像是在808，不是说这刘总40多岁已经发福谢顶了吗？怎么这么年轻，还挺好看。本店周年庆发售限量盲盒300个，幸运者将开出隐藏款港星春晚同款连衣裙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错过今天再等1年。是他，有事。刘总您好，很抱歉打扰您休息。刘总，我是 Grass 时装的创始人苗青草，今天冒昧前来是想争取国金商场的铺位。坐。Grass 是独立设计品牌，主打将中式传统工艺元素融入现代时装。这是我们的一些设计。设计不错，但想必苗小姐也知道，来竞争的都是国际一线。你拿什么说服我们把一个黄金铺位给一个刚起步的新品牌？我承认，我们目前欠缺国际知名度，但我们有别人没有的优势。国际大牌的设计大多迎合西方人的身材和审美，很多国人穿起来并不合身。但您看我们的设计，既有中式的温婉，又有现代的简约，贴合亚洲人身材，既能满足穿搭需求，又能凸显个人气质。刘总，光有设计优势可不够，商场要的是盈利。你把铺位拿去，万一卖不动，损失的不仅是你，还将连累陆海和国金的声誉，这责任谁来担？我敢来就敢担。如果我的店连续3个月业绩排商场后3位名，我自动撤出，保真金1分不要。口气不小。不是口气，是底气。这是 Grass 开业以来的数据，流水、客单价、复购率、库存周转全在上面。数据不错，但国金有它的准入准门槛。恕我直言，你们的知名度还不够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我们品牌虽然年轻，但复购率超过70%，这证明我们的品质和服务很受肯定，影响力也在急剧上升。阿补一个黑马，难道不比选择耳熟能详的品牌更能证明您的商业眼光？还有一点，国金商场是龙城的新地标，如果黄金铺位全给了外国品牌，一个国产品牌都进不去，您不觉得可惜吗？苗小姐还是这么会说话。听他的语气好像认识我一样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刘总过奖了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抱歉，稍等一下。青草，你混进去没有？我看到刘总下车了，正在等电梯上楼，你等下把握机会啊！你根本不是刘总。你根本不是刘总。我从来没说过我是。那
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纠正我？存心耍我玩吗？你一进门就说了一大通，我没来得及开口。你明明可以打断我。抱歉，无意捉弄，实在是你推介的太精彩，我不忍心打断。这就走了？刚才不是还信誓旦旦说要入驻国金商场？你又不是刘总，跟你说了也没用。那也未必。先生，虽然你很可恶，但我还是好心提醒你一下，这间休息室的主人马上就要回来了，如果不想被抓包擅闯，你最好现在就领。谢谢提醒，我不需要。不领情就算了，倒是有你样相处。抱歉，实在是抱歉，路上堵车让您久等了。无妨，正好让我遇到一个有意思的人。那我现在开始给您汇报国金商场招商的进展。国金商场招商的进展，你为什么要向他汇报？这是我们陆海集团的陆董，我不跟他汇报，跟谁汇报？陆董，你真的是陆海集团掌权人？没错，我就是陆建年。你又不是刘总，跟你说了也没用。陆董，那我们 Grass 入驻国金的事，明天上午9点，带着资料和公章来陆海大厦找刘总。您真的愿意给我们机会？苗老板闯进来，从设计理念讲到经营数据，从复购率讲到国货振兴，我再不给机会，岂不是要被说很没商业眼光？谢谢陆董，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现在还觉得我可恶吗？苗青草，几年不见，你变了很多，但有一点没变，还是那么有意思。国金商场拿下！快说说，你是怎么搞定陆海的？我直接冲到他们董事长面前，资料一拍，我说我们 Grass 就是最牛的，不选我们就是你瞎了眼。你就编吧你。说正经的，你真见到陆海那个新董事长了？叫陆什么来着？陆景年，他怎么样？这种大佬是不是都特严肃、特古板？现在还觉得我可恶吗？他有点可恶。明天陪我回陆家老宅见见我的家人。明天不行，明天是我奶奶80大寿，我要回去给她老人家过寿。明天是我奶奶80大寿，我要回去给她老人家过寿。那我陪你一起回去，我也想见见奶奶，让她早点把宝贝孙女嫁给我。不着急，后面有的是机会见。从小到大只有奶奶疼我，现在我站稳脚跟了，该让她享福了。这次回去，我想把奶奶接到城里来，安享晚年。好，都听你的。等奶奶到了，我们一起孝敬她。青草，不好了，你奶奶刚才被气得突发急症，去世了。草儿，别怕，困了就靠着奶奶睡。奶奶，等我以后有本事了，一定给你买大房子，让你住得舒舒服服的。好，奶奶等着。奶奶，我已经买下大房子了，你为什么不等我？本人孙荣英自愿将我名下所有财产、老屋3间都赠与孙女苗青草，任何人也不能争抢。你们奶奶只留下这房子，我和你妈一份，老大一份，老幺一份，你们同意吗？同意。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？你凭什么不同意？就凭我是奶奶的孙女，她的房子也得也有我的份儿。你的份儿？总共就这么点房，我不给他俩，难道给你这个白眼狼？想得美！就是，二姐，你一年到头不回家，对家里也没贡献，凭什么分房子？贡献？苗青白，你这些年在国外花天酒地的，往家里寄过1分钱吗？以前吸我的血，现在啃爸妈的老，你来说说，你给这个家做过什么贡献？你青草，奶奶已经走了，
你要是不想惹爸妈生气，这一次就别争了。你们都有，我凭什么不争了？你又不在家里住，你要这房子干什么？你们一个城里安了家，一个崇洋媚俄飘着，难道你们要回来住？桃儿，你别那么大气气，你一个姑娘家跟2个兄弟争房子，传出去谁还敢要你？这就不劳你们操心。我说二婶，你一个女孩子家迟早要嫁人的，怎么好意思要这娘家的房子？这房子当然是我跟大哥的呀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早点嫁出去，别惦记着娘家的东西。我嫁不嫁人，和奶奶的房子没关系。我今天就要以苗青草，以奶奶孙女的身份，要一个公道。你不是跟我断亲了吗？从你让我签断亲协议那一刻起，你就不是我苗家人了，还好意思回来分房子要公道？苗富贵，我断的是和你们的亲，不是我跟奶奶的。苗青草，他是你爸，哪有叫老子大名的？他是你爸，是你和苗青松的爸。我苗银草只有奶奶一个亲人，所以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房子，我怎么都得拿回来。反正现在这个家我说了算，这房子我说怎么分就怎么分。以前你们私自卖店、撕我通知书、偷走我20万的事儿，我都可以不再计较。但奶奶的房子，你们不能擅自处理。我不贪多，只要奶奶生前住的那间房留作念想，其他的我可以不争，但奶奶这间房我必须要。说的真好听，还不就是想要间房，装什么念旧？你以为人人都是你？我们各自对奶奶什么心，她在天上看得到。你少拿奶奶压人，你口口声声说孝顺，奶奶在世的时候你怎么不待在家里，非要去什么龙城？她还不是靠我照应着？你照应？你们一年到头回来过几次？你们关心过她吗？她屋里的吃的、用的还有药品都是我给她寄的，你们照应什么了？照应到把她活活气死吗？说了半天，不就是在算你花了多少钱，想多分点卖房的钱吗？卖房？你们想把奶奶的房子卖掉？那又怎么？买家都已经谈好，人家要翻盖新房，就等着今天下午开土动工。奶奶尸骨未寒，你们就商量着拆她的房子分钱。老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卖了分了，大家都有好处。我就不该对你们抱有期待，整的谁稀罕？我再问一遍，你们真的执意要拆奶奶的房子？拆又怎么了？今天就拆。好，原本我只是想要奶奶那一间屋子留着做个念想，但既然你们这么无情无义，就别怪我什么都不给你们留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奶奶留下的3间房，我全都要。你说要就要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当年你不是说不靠家里，志气那么大，现在跑回来跟我们争这1亩3分地？我本来是不想跟你们争，但你们一个个心里只有情，没有人，没有心。既然这样，奶奶留给我的东西，你们一砖一瓦都别想拿走。留给你？你哪只耳朵听见奶奶说要留给你？为了从家里抠点钱，你还真是不择手段啊！草儿，你还是快走吧，他们都在气头上，这话赶话的，回头又得吵起来。我不走，这是奶奶的房子，分给谁怎么分，应该按奶奶的意思来。奶奶人都走了，她的意思谁知道？你别在这胡搅蛮缠了。奶奶说了，她把所有房子都留给我。真是异想天开。你说留给你就留给你，证据呢？就是空口白话，谁不会说啊？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。别说都给你，一件都别想。你们要证据是？奶奶亲笔写的遗嘱就是证据。遗嘱啊！奶奶竟然把所有财产都给了青草，不可能，这绝对是你伪造的！我们是苗家嫡孙，给苗家传宗接代的人，奶奶怎么可能不给我们留，不给爸妈留？爸，这是奶奶的字吗？亏你们还说自己是好儿孙，连奶奶的字迹都认不出来。这真是妈的字啊！妈真的把全部财产都留给草儿了。奶奶知道你们偏心，不会善待我，临走前才立下这份遗嘱。
想给我留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。好儿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妈也想给你，可实在不够啊！你大哥三弟成家立业，处处都得花钱，都指着这次卖房减轻点压力，都想从这老屋里分一点。一家人何必闹成这样？又来这套，不过这次我不会心软。奶奶的遗嘱是真的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3间老屋连同屋内一切物品全部都归我。从现在起，这房子是我的，你们别想动。就算这遗嘱是真的，又怎么样？你奶奶七老八十都老糊涂了，写的东西不能作数。你要干什么？什么遗嘱？废纸一堆，老子不认！你竟然撕了奶奶的遗嘱！少给我整这些有的没的！你奶奶人都不在了，谁管她怎么说？现在这个家我说了算，我说不给你就是不给你。既然你这么不仁无义，那就别怪我请律师介入。青草，别逞强了，都是一家人，至于吗？别听他瞎招呼，他哪有钱请律师？上次那20万，估计还是他那个女老板给他充人面的，这回肯定也是吓唬人。就是，你一个高中都没上完的粗人，知道律师是干什么的吗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还敢提请律师，简直是贻笑大方！真是狗眼看人低，我的律师就在外面候着。虚张声势罢了，有本事你就叫啊！我倒要看看你能叫来什么律师。陈律师，进来吧。哎呦，戏还挺足，人家大律师西装革履做写字楼，会跑到咱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来？不是读书读得久就高人一等。苗清白，你留学花光家里所有积蓄，却连毕业证都拿不到，在国外找不到一份工作，灰溜溜跑回来啃老。就你这样的草包，也有脸在这嘲笑我没读过书？你说谁草包？你再说一遍！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泥腿子能不能叫来一个律师。律师来了，我是苗女士的律师。请离我当事人远一点。你怎么还假冒起律师来了？苗青草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找律师来是要跟我们打官司？你看嘛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分大点，分大点。这下好了，女儿跟爹妈打官司，传出去，村里人不得笑话咱们？行了，吵吵吵，就知道吵。谁知道这律师是不是真的？指不定是这丫头雇来的演员吓唬我们的。爸说的对，大律师怎么可能跑到我们这种乡下来？看他这西装、皮鞋，还有这手表，装的倒挺像那么回事，租一天得花不少钱吧？青草，你为了从家里捞房子，还真是下血本啊！苗青草，你拿个演员来糊弄我，当我们是傻子吗？你才傻！这是我的律师执业证，从现在起，我的团队将全权处理苗女士的遗产继承纠纷一案。这证好像是真的。你哪里来的律师证？别不是造假的吧？王琴，你男朋友在继承夏夜之前可是金牌法务。青草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关起门来就能解决的事，有必要闹打官司吗？这都是你们逼我的。草儿，律师费多贵啊，你就别逞强了，让他走吧。你要是实在惦记奶奶，就把他的旧东西带走。房子我们分你一点钱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房子我一定要拿回来，不能卖。你想要房子也行，只要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，我就分你一间，不然休想！你也休息。青草，你爸都松口了，你就跪下来道个歉吧。都是一家人，别闹太难看。该道歉的是你们，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，是你们自己不要。奶奶刚走就想着卖她的房子，践踏她的遗愿。反正律师已经到了，如果你们继续闹下去，我不介意撕破脸。反了你了！我是你老子，你要跟我打官司了！当初说我不是苗家人，让我滚出这个家的是你，现在律师来了，你又开始攀亲情了，晚了。行，你要闹就尽管闹，反正遗嘱已经撕了，就算到了法庭，你拿不出证据也照样输。谁说我没有证据了？这份是奶奶的遗嘱。除此之外，
我还在奶奶房间里找到一管录音带，里面是奶奶最后的话。我可怜的草儿啊，你大哥三弟都有爹妈护着，只有你啥都没有。奶奶这辈子没啥本事，就只能把这3间老屋都留给你。你在外面要是累了，就回奶奶这里歇歇脚，奶奶一直在这儿陪着你。各位，这些证据足以证明遗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。遵照遗嘱，苗青草女士是孙荣英女士唯一的遗产继承人，3间老屋都归她所有。我不服，遗嘱都撕烂了，凭什么还算数？撕毁的遗嘱可以技术复原，这不影响它的法律效力。更何况苗女士有语音佐证，就算对簿公堂，你们也毫无胜算。顺便提醒一下，遗产继承纠纷案开庭的话，一般是公开审理，到时候你们抢夺遗产并失败的事，整个县城都会知道。老头子，不能打官司啊！打官司，街坊邻居怎么看咱们？青松还怎么城里混？清白还怎么娶媳妇儿？孽障！我今天就清理门户，看你还敢不敢争！殴打当事人，罪加一等，我今天就能把你送进派出所。小女，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！现在房子都是你的了，这下你满意了？奶奶，我做到了，我守住了你留给我的家，我没有让你失望。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，你还有我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今晚是 Grass 的上市庆功宴，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角角落落不能有丝毫差错。一会儿我叫保洁来彻底清扫一下。阿佐，你好好检查。经理您放心，保证万无一失。苗青草，阿佐，好多年不见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去 Grass 宴会厅。宴会厅？哦，你就是新来的保洁。哦，你就是新来的保洁。保洁？没想到你来当保洁了。也是，你那家庭条件，没学历没背景的，也就只能干打杂的活了。是吗？我也不是看不起你，实在是咱俩差距太大。你看我现在在陆海酒店身居要职。身居要职？这么说吧，没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能走进这个门。确实。咱陆海酒店可是龙城首富陆锦年的产业，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进不来。我能在这儿站稳脚跟，已经算人上人了。那恭喜你了，在酒店门口站稳脚跟。青草，我知道你对我一往情深，但你也别怪我当初狠心，实在是你那些吸血鬼家人像无底洞一样太可怕了。我要是不和你断干净，哪能有现在的好日子？我们之间早就过去了。青草，你就不要嘴硬了，我还能不知道你？好了，我要进去了。你急什么？地等下再扫也行。你看你就是见识短，所以只能在这儿干些端茶扫地的杂活。你要是跟我说几句好听的，我倒是可以拉你一把。你权力挺大的嘛。那当然，我跟你说，今晚这场子是 Grass 集团包下的。Grass 你知道吗？龙城服装巨头，他们老板还挺神秘的，我听说是个女的。女的怎么了？你想啊，一个女人能靠自己支起这么大一个公司，肯定是靠哪个大佬才能爬这么快。
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，就对他做这种揣测？这些套路我见得多了，女人嘛，不靠男人哪能成什么大事儿？你领导来了。经理，我正巡查安保工作呢，一切都正常。苗董，您怎么这么早就到了？苗董，您怎么这么早就到了？和几家媒体约了采访，就先过来看看。没想到你们的保安倒是比媒体还更会爆料，竟然说 Gross 老板是靠男人才上位。你被开除了，立刻收拾东西走人。经理，我干什么了就让我走？犯了这么大事你还好意思问？苗董，实在对不起，是我没管束好手下人，让您见笑了。苗董？什么苗董？当然是 Gross 的创始人苗青草苗董。你就是 Gross 的女老板？青草，失陪一下。青草，我为我刚才的誓言说一声抱歉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，帮我去跟经理求求情？你还真是好意思开口。我妈一直希望我在陆海集团工作，她要是知道我被开除了，会骂死我的。阿佐，这么多年你的妈宝属性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我不仅这点没变，对你的心也没变过。没必要，我说了，过去的事都过去。这些年我一直忘不了你，你到现在都还没结婚，心里是不是也还有我？如今你事业有成，我也不差，不如我们重新来过。如今你事业有成，我也不差，不如我们重新来过。你现在一个人撑这么大一公司也怪累的，以后有我帮你分担，日子也能松快点。你放心，以前欠你的，我以后加倍补上。阿佐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年我通知书被撕了，站在你家门口淋着雨，你连一把伞都没递给我。那时候你说你拗不过你妈，现在怎么又不怕你妈不同意？还是说，因为我成了上市公司的老板，你妈就同意了？不是的，青草，你误会了，我是真心的。你的真心，是一考上大学就觉得和没有学历的我不般配，还是觉得我家是个无底洞，是个拖累？你这样的真心，喂狗都嫌埋汰。青草，你听我解释。说够了吗？你谁啊？轮得到你插嘴？你知道我跟青草什么关系吗？我们是彼此的初恋。你们过去是什么关系不重要，我只知道他现在不想跟你说。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哦，你也是来巴结苗青草的？我告诉你，龙城首富陆几年可是我兄弟，你要是识相，现在就给我滚开，否则得罪了陆海集团，我让你在龙城混不下去。你认识陆景年？那当然，我跟他熟得很，昨儿还一块喝酒，所以你现在最好给我乖乖让开。我怎么不记得昨天跟你喝过酒？我昨天当然不可能跟你喝酒，你什么货色？我就是陆景言。你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是？没错，他是我同甘共苦的爱人陆景年。陆总，这个人处理一下。阿佐恶意骚扰贵宾，出言不敬，被陆海集团旗下所有产业永久拉黑，也警告全域各行各业对此人进行封杀。陆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青草，你帮我说句话。苗董，这是销售主管的2个候选人资料。目前笔试、面试综合成绩排名最高的是这个叫苗青松的人，他有1线销售经验，曾经将家里的小服装店做到了全镇业绩第1。选另一个。苗青松的综合评分比第2位高出很多，而且他有相关经营经验，为什么不选他？苏秘书，以后候选人的简历一定要仔细核查，以免有人简历造假。闪开！我要见你们老板！我综合评分排第1，凭什么不录用我？没有预约，你不能进去。那就让你们苗董出来见我！
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就不走了。谁要见我？谁要见我？苗青草，这么多年都不联系家里，没想到你在这儿打工。我不是在这儿打工。也是，就你这点学历，能进 Grass 集团才有鬼了。听说你要找苗董？没错，我马上就要成为这儿的高管，来找苗董喝个茶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跟我服个软，我兴许还能让苗董赏你一个打杂的活。打杂的活儿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苗青草，信不信我让苗董把你赶出去？苗董好。他们刚刚叫你什么？苗董？不可能，一定是他们看你也姓苗，让你假冒苗董出来糊弄我的。苗青松，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。Grass 可是服装行业的龙头企业，你一个连高中都没上完的粗人，怎么可能是他们的董事长？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！你来公司面试，竟然连老板是谁都不知道，活该你落选。我是不是董事长，你问问这儿的员工就知道了。当年我跟你们断亲的时候就说过，我苗青草不靠苗家一分一毫，也能闯出一片天。你真是苗董，这个公司是你的？难以相信是吧？从小到大，你都占据着家里最好的资源，觉得我永远比不上你，我活该被你踩在脚下。可我现在不仅成功了，还站到你高攀不起的位置。所以你为了报复我，故意不选我，故意看我笑话，对不对？报复你，你还不配。我为什么不选你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我为什么不选你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我没数。你简历上写着经营家里的服装店，做到全镇业绩第一。苗青松，那服装店是谁经营？是我。你连缝纫机都不会踩，还敢把这条写在简历上？那又怎样？我在别的地方也是正经做销售的。你上一份销售工作，我打听，离职原因是挪用公款。就问像你这样手脚不干净的人，谁敢用？青草，看在我们兄妹一场的份上，你就帮帮我吧。随便让我当个销售主管、销售总监啥的，我一定好好干。你还真是敢开口啊！我可是你大哥呀！我这儿不收手脚不干净的人。还有，我早就和你们断亲了，少在这儿攀亲戚。青草，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我被开除大半年了，房贷断供，你侄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了，我实在没办法才修改简历来搏一搏的。少给我卖惨！当年你们撕我通知书偷我钱的时候，我比你们更惨。可你们呢？连200块都不愿意借我。妹妹啊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真的活不下去了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干嘛跪他呀？大哥，你干嘛跪他呀？他可是被逐出家门的苗青草，你至于吗？三弟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找你啊，打你好几个电话你都不接，这不想起你上次跟我说你要来这公司当领导，我就特意找过来了。说吧，你到底什么事儿？大哥，先借我点钱应急呗。又要钱？你是不是又去赌？早跟你说了10赌9输，你怎么就是不听？行了，别念了，你就说借不借吧。我最近手头也紧，实在不行你去办个信用卡套点现，再不然你去贷一笔应个急。我要能贷还来找你，早被列入失信名单了。哥，我这几天四处躲债，连顿热饭都吃不上，你得帮帮我呀！不是我不帮你，是我真的没钱。那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！你找他借。苗青草，他一个泥腿子能有什么钱？你开玩笑呢？我没开玩笑，他现在可了不得，是这家公司的大老板，有的是钱。二姐，你真是这公司的老板？哎呦，出息了，出息了！那什么，我这儿急用点钱，你能不能……我不帮赌鬼，尤其是忘恩负义的赌鬼。青草，我们兄妹一场，你就顺手帮我们渡过难关吧，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姐，你帮帮我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我会被那帮追债的打死的。
真该让你们爸妈来看看，他们花大力气投资的2个好大儿，一个跪在地上求我，一个舔着脸找我借钱。你说他们要是看到了，会不会后悔当年押错了宝？青草，你怎么那么狠心？咱们好歹是一家人，就算你恨爸妈，可我跟三弟从小跟你一起长大，你就忍心看他被人追债，看着我因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？别忘了，我们早就断亲，你们的死与我无关。就算是断亲了，可我们骨子里流的还是一样的血啊！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你怎么还在记恨？你就不能大度一点？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你们作为既得利益者，有什么资格劝我大度？就算你不原谅，那你要是还有点良心的话，你就想想爸妈，他们年纪大，身体又不好，我跟三弟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我们要是垮了，爸妈还指望谁呀？这是他们的选择，投资都有风险。既然他们当年不惜偷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也要投资你们，那就应该承担投资失败的后果。就你俩这么不顶用，还好意思自称顶梁柱？趁早塌了吧！你就这么放任你的员工欺负你的家人？这些年是铁梅和我一起打拼，给我兜底。跟冷漠自私的你们相比，他才是我的家人。苗青草，你确定不帮我们？你们2个有手有脚的大男人，不想着自力更生，只想着向一个被你们坑过的女人伸手要钱，要点脸好处。好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大家伙快来看啊，看看你们苗董是个什么东西！你们苗董、苗青草飞黄腾达了，连亲兄弟都不认，他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他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这些年他自己在外面花天酒地，却一次家都不回，对爹妈不闻不问。你们说，这样的老板可信吗？堂堂公司总裁，连父母都不孝敬，连兄弟死活都不管，能是什么好人啊？不会吧，苗董是这样的人吗？不知道啊。大家别被他骗了，你们根本不知道苗家人有多过分。青草从小就被重男轻女的爸妈苛待，被哥哥弟弟吸血，大学通知书被他们撕掉，省吃俭用攒的开店钱被他们偷走，青草忍无可忍才跟他们断亲。对，苗董这些年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相信他的为人。换作是我，一定刀了苗家人。煽动不了你员工，我还可以煽动别人，唾沫也能淹死人。我是破罐子破摔无所谓了，但你树大招风，你要是不在公司给我安排个位置，我就去找报纸、找电视台，让你苗青草的破事闹到全世界知道。你敢打我？你开了个破公司就了不起了是吧？你连兄弟都敢打，太过分了！你们早就不是我兄弟，跑到我公司来要钱不成就往我身上泼脏水，你俩还能再无耻一点吗？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，对你们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。你真以为我不敢揍你是吧？青松、苗青白，真以为我不敢揍你是吧？敢动我的人，小心我让你在龙城永无立足之地。你没事吧？我没找你们算账，你们倒是自己找上门来。你不就是个律师吗？说白了就是替人擦屁股，拽什么拽？少管我们苗家的闲事儿。青草的事儿就是我的事。你们当初为了私利把青草逼出家门，一个人在外面受尽磨难，如今他功成名就，你们就像苍蝇一样凑上，借钱不成还敢动手，欺负他就要付出代价。我们兄妹之间的恩怨，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。我才没工夫跟你们废话。来人，把他们拖出去，列入永久进入名单。你一个小律师，凭什么让我们永久进入？就凭这整栋楼，整个陆海集团都是我的。苗青草，你别以为开个公司就比我们能耐了，在爸妈心里，我们永远是他们最骄傲的儿子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别伤心，他们不知道。不伤心，心在他们那里早就不疼了。那手疼不疼？疼！老天，把我杀了，给你们助助兴吧。
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咋也不提前说一声？儿子，你爸他查出了肝癌，大夫说得尽快动手术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爸妈，肝癌的事儿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，手术费加上后续吃药，至少要50万。50万？哪个医院？他怎么不去抢？老家的地早就拆迁没了，能借的亲戚也都借遍了，实在没办法了。我们的钱都给你们兄弟俩了，你们不能不管你爸呀。这是肝癌，不动手术命就没了。我可没钱哈。我们砸锅卖铁送你去国外喝了几年洋墨水，你可是正经的留洋海归，什么工作找不到，怎么会没钱？哎呀，好工作哪有那么好找啊？要么钱少，要么事儿多，要么太累。我才不做那种委屈自己的活。你个不成器的东西！我们卖店卖地供你留学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？你那个城里的未婚妻呢？他们家不是有钱吗？别提了，他爸妈非揪着我留学没毕业，说我不靠谱，又嫌我没钱没工作，早不嫁了。那10万彩礼呢？退了没？放心，退了。退了就好。钱呢？拿出来啊！正好给你爸动手术。没了，整整10万块呀！你咋花的？这么快就花没了？输了。什么输了？你那是我跟你妈最后的养老钱，你拿去赌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这不也是想着尽快翻本，拿钱给你们养老吗？老三，那10万块就不提了，现在手术费能拿多少算多少吧，就当尽个孝心。1分都拿不出来，我自己还欠着一屁股债呢，高利贷整天追着我。老大，你是咱家最有出息的，工作也体面，你随便拿点钱出来，帮爸过了这一关。你随便拿点钱出来，帮爸过了这一关。爸妈，我也没钱了。你不是在城里大公司当领导吗？怎么会没钱？我被开除了，到现在几个月了都没找着工作。你不是大学生吗？怎么会连工作都找不着？你问我问谁啊？天天大学生大学生挂在嘴边，你以为大学生是铁饭碗吗？我告诉你，满大街都是大学生，不差我一个。老大，你别生气，你跟妈说实话，是不是你媳妇儿不让你出钱？这跟他没关系。那你媳妇儿她人呢？小宝怎么也不在？刚刚我们敲半天门都没人应。他带着孩子回娘家了，我们正闹离婚。怎么会闹成这样？老大，要不你再管朋友同事借借。妈，你能不能不要再逼我了？我没工作，没收入，房贷还不上，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，我自身都难保了，还怎么给爸凑手术费？你们当初要钱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，你们说会给我们养老，让我们享清福，卖店的钱、拆迁的钱我都给你们了，不够我还豁出老脸从青草那儿拿了20万给你们填窟窿。现在我生病了，你们却一个个都推三阻四。老头子，快打120！这是现在的欠费。造孽，真是造孽呀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好好养病，钱的事儿再慢慢想办法。能想什么办法？2个儿子都是白眼狼，我们当初瞎了眼，把所有资源都给了他们，以为能养儿防老，没想到养出2个吸血鬼。老头子，要不我们找青草试试？你说什么胡话？他一个没出息的丫头片子，找他有什么用？可我听说他好像在龙城过得挺好的。你别做梦了，他要是混得好，早回来在我们跟前嘚瑟了。这么多年都不跟家里联系，肯定是没脸回来。指望他，我呸！苗董，感谢您给我们医院捐赠的这批高端医疗机械，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。沈院长客气，我奶奶当年就是因为没条件及时救治才走的，希望这些设备帮助更多病人，少一点遗憾。请放心，我们定会妥善使用。接下来要不要我带您参观一下？不用麻烦，我自己转转就行。护士，这是300块，能不能先给我们动手术？回头不够的我们再补。医院有明文规定，交齐费用才能安排手术。你们这是什么医院？就这么见死不救吗？你不给我动手术，我就去告你们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您要是觉得我们医院不好，现在就可以去告。走走走，李招娣，您就行行好，让我们先治了吧，求求你了。求我也没用啊，我又做不了主。我给你跪下了，给你磕头行不行？你看他这是干嘛呀？
你们，草儿，草儿，真的是你，穿的这么好看，妈都差点认不出你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人总是会变。草儿，这些年你在外面过得咋样？有没有受委屈？净问这些废话。哼，他要是混得好，能不联系你？他怎么了？怎么坐上轮椅了？我身体好得很，用不着你来看我笑话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逞强了。草儿，你爸他得了肝癌，医生说手术费加上后续治疗至少要50万。你说让我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呀？你们不是有2个好儿子吗？当初你们倾尽所有培养他们，还偷了我辛苦攒下的20万拿给他们买大房子，现在正是他们尽孝的时候。爸妈，可算找到你们了，怎么不在病房好好待着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青松，你是不是来交手术费的？快把钱拿出来！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。爸，我当然不会不管你，只是这些年一直都是我陪在你们身边尽孝，现在也该轮到青草出力了。你来的正好，省得我去找你。爸的医药费你来交。我交？废话，你有钱当然是你交。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我找你求助的时候，你推三阻四，压榨我的时候倒是一点都不客气。一家人说什么压榨？你有钱就该帮衬家人。我记得我们早就断绝关系。就算断了亲，从法律上、血缘上，爸妈也是你父母，这是你应尽的义务，你就该出这个钱。得了吧，别看他穿的人模狗样的，指不定是借来充门面的。让他拿50万，我还不如等死。哎呀，你别说了，草儿，你爸他不是那个意思。他什么意思我还不清楚，你们也别指望我会帮他交医药费，毕竟当年偷我的那20万，到现在都还没还。你给我滚！我不想看见你。二姐，你又在闹什么？爸都生病了，你还气他干嘛？你气他气的还不够吗？既然这样，那我走，这样我们双方都眼不见为净。母青草，你怎么这么冷血？你这么有钱，帮我们怎么了？你就非得看着爸等死，看着我家破人亡，你才满意是不是？我没有义务帮你们。当年你们压榨我、抛弃我，把我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就不是这个家的人。就算家破人亡，也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白眼狼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我就不该指望你。指望我？你们是不是早就忘了8年前你们在服装店门口说过的话？从今往后，我这条贱命是死是活，都跟苗家没有半点关系。走了就别回来。放心，我不会想回来。倒是你们，再有任何问题就去找你们的好儿子。我们本来就不指望你，我们有你大哥3弟就够了。好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当初你们对我一口一个废物，口口声声说只靠儿子不靠我，那现在又在干什么？怎么，儿子指望不上了，就想起我这个废物了？草儿，我们当年不该说那些话，现在也不是想逼你，可你爸这病真的拖不得。你要是有闲钱，就帮帮我们这一次好不好？爸不过是随口一句无心的话，你至于记恨到现在吗？你是不是打定主父见死不救，所以翻出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推卸责任？苗青草，做人可不能这么自私。到底谁自私？当年他们掏空家底，连带拿我20万给你买的那套学区房，现在还值100来万吧？你要是真孝顺，怎么不把房子卖了给你爸治病？你要是真孝顺，怎么不把房子卖了给你爸治病？你少打我那套房子的主意！我有家要养，我儿子还要靠他上国际学校，怎么能卖？听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培养出来的好儿子，宁愿你们在医院等死，也要攥着你们给他买的房子。大哥拖家带口，二姐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拿点钱出来怎么了？那你呢？你不也鸡飞蛋打，女朋友跑了，现在光棍一个，你怎么不出点力？我这不回国还没站稳脚跟吗？暂时帮不上忙。没站稳脚跟却能跑着去赌，你非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？够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这儿闹，嫌你爸命长是吗？我苗富贵英明了一辈子，
人人都羡慕我老苗家光宗耀祖拉扯大3个孩子，可到头来竟没一个给我付医药费。你不是精明了一辈子，而是算计了一辈子，一门心思投资你的2个儿子，以为能靠他们养老，没想到最后血本无归，全喂了狗。你给我闭嘴！就算惨成这样，也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你大哥3弟再不济，至少陪了我们几年。你呢？这些年给家里寄过1分钱吗？他陪了你几年，你就感恩戴德，把他们当宝贝。我在老家照顾了你们10几年，你们却一点也没放心上。都是你们生的，你们怎么可以变心成这样？谁让你不生儿子？就因为我是女儿，就活该被你们打骂，被你们压着，被你们骂成废物吗？没错，生男生女就是不一样。你大哥3哥就是比你这个废物强，不然你看看你混了这么多年，混出什么名堂来了？爸，其实青草她是……好，我是废物，那就让你2个有能耐的好儿子给你付手术费吧。你们今天就当没见过我，我也不想再管你们的事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别动他，别动他！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回家。青草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我看谁敢！青草哥没想拦你，但你真不能走啊！你就帮帮爸，帮帮我们吧。我没了工作就没了收入，房贷断供大半年，连你侄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了。我是真的走投无路，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！二姐，你也救救我吧！你要是不管我，那帮讨债的真会打断我的腿。你就发善心，顺手拉我一把，帮我把那几万块赌债还了吧。发善心。当年你们撕掉他的大学通知书，偷走他攒下的开店血汗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积德行善？我们苗家的家务事，不需要你一个律师在这插嘴。爸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他不只是个律师，怕什么？你们2个没出息的东西，求这丫头干什么？她一个连高中都没读完的丫头片子，能帮上什么忙？靠她，我还不如直接等死。爸，你要是想活命，就乖乖闭嘴。青草，哥知道你恨我们，我不恨你，不恨就好。既然不恨，那不如有期待才会有恨。我对你们已经没有任何期待。不抱期待就不抱期待吧。可爸这病真的拖不得，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要不你就拿点钱出来给爸把手术费付了吧，反正50万对你来说也就洒洒水的事儿。苗青松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在你舒舒服住着偷我的钱买来的学区房的时候，我住在发霉的地下室里，被老鼠爬过脸。你现在跟我说50万洒洒水？草儿，你爸真的等不起手术，你要是有钱就帮帮我们，好不好？你求他干什么？嫌我死的不够快吗？哎呀，你别说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要死要面子？草儿，是爸妈对不起你，这么多年来都没好好关心过你。可你爸都这样了，你就忍心看着他等死吗？你要是有余力，就行行好，妈跪下求你了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赶紧起来！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草儿，妈求你了，妈给你磕头。苗青草，这下你满意了？区区50万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非要我们跪下来求你才肯松口是吗？少在这里扣帽子，没人逼你们下跪，是你们为了要钱不择手段。要是什么都不付出，跪一跪就能白拿50万，你自己怎么不去大街上跪着？有钱人就该慷慨解囊，他赚了钱不顾血亲，不是冷血无情是什么？血亲，真正的血肉亲情从来都是互相扶持，而不是单方面吸血索取。别人没有义务为你们的懒惰、自私和无能买单。你先起来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……你要是再不起来，我马上转身走人，1分钱都不会出。好，都听你的，只要你肯出钱给你爸做手术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手术费我可以出。真的？青草，我就知道你心最软。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说，只要我们办得到。我要你们跟我说一句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
拿出50万对我来说确实不算什么，但我没有义务去帮你们填窟窿，尤其是在你们曾经那样伤害我、糟践我之后。我没有资格替当年的苗青草轻易原谅你们。我现在就想为当年的自己讨一个公道。还讨公道？我们生你养你，辛辛苦苦把你拉扯成人，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你不感恩戴德也就算了，还反过来让我们给你低头。过去桩桩件件我不想再多提，我不求别的，只要你们真心实意的说一句对不起，我就出手术费。少在这里蹬鼻子上脸，我看你根本就是拿不出钱，故意找借口为难我们。老头子，就是一句对不起吗？你说一句又能咋的？你以为我说了他就真给钱了吗？再说了，我是他老子，天底下哪有老子给女儿认错的道理？想让我低头，除非我死。早知道你是这个态度，死性不改。我是缺你吃了还是缺你穿了？至于让你记恨到现在？我们明明是家人，不是仇人，可为什么从小到大，我听过最难听的话，受过最大的委屈，最严重的伤害，全部都来自你们？为什么？仅仅因为我是女儿吗？我打你骂你是为了你好，就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你还要揪着记一辈子？在你们眼里这些都是小事，可你们这些理所应当的偏心、贬低和压榨，像刀子一样扎在我身上，扎了20多年。你轻飘飘说一句过去了，就想接过去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到现在都还会做噩梦，梦见你们撕我通知书那天，纸片落了我一脸，你们一个骂我废物，一个让我认命。那扇门在我面前关上，你们给的伤害，我这辈子都跨不过去。草儿，你都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这么矫情？是你小时候挨打受骂，是比你大哥三弟多一些，但那还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不争气，这能怨谁？你小时候挨打受骂，是比你大哥三弟多一些，但那还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不争气，这能怨谁？所以你们掏空家底给大哥买房，送三弟出国留学，连带我的血汗钱都要吞掉。但你要培养2个儿子，凭什么要拿我当垫脚石，剥夺我生存的机会？哼，不管怎么说，儿子就是比女儿聪明，比女儿金贵，我肯定要把宝压在儿子身上。那现在呢？你们精心栽培的大儿子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快被房贷压垮，闹着离婚。你们倾家荡产送出国的小儿子，连毕业证都拿不到，回国还倒欠了一屁股赌债。这就是你们押对了的宝。你们2个聪明又金贵的儿子，还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你等死？你又能好到哪儿去？别以为你现在穿的人模狗样的就能内了，在我心里，你大哥三弟就是比你强，比你强100倍。够了！既然你觉得儿子好，那就让2个好儿子救你，何必拖着青草不放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赶紧走！这是我的地盘，还你的地盘，真是跟苗青草一个德行，净会瞎吹牛。爸，这人真不能惹。怕什么？他还能把我赶出去不成？他真的可以。你们是不是忘了这医院叫什么名字了？陆海医院啊？咋了？他是陆海集团董事长，这家医院就是他开的。他是陆海集团董事长，这家医院就是他开的。那又怎样？有钱人就可以随便欺负普通人吗？陆老板，我们乡下人不懂规矩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和老头子计较，千万别把我们赶出医院啊！我看在青草的面子上，不会跟你们计较。本来就该这样，我又没做错什么。你没做错，你们对他10几年来精神打压和情感伤害，你们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他却要用1辈子来治愈。苗青草，我们怎么着你了，你就要用1辈子来治？别人都好好的，说到底还不是你自己没用。以前找个女老板来撑腰，现在又傍上个男老板。是我主动追求的青草，要傍也是我傍上他。他是我见过最坚韧、最干净的人。他走到今天不靠谁，只靠他自己。外面大风大雨，可你们作为他的亲人，不仅不给他撑伞，还把他唯一的伞抢走，把最脏的水往他身上泼。你说的伞不伞的我听不懂，我只知道他天天跟家里人算旧账。这么小气，这么爱记仇，肯定不会有出息。但你们觉得没出息的女儿，现在却是 Grass 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。嘎拉斯集团，你少在这儿瞎掰活了。嘎拉斯集团我在新闻里见过，那可是龙城数1数2的大公司。他苗青草能当董事长？你们吹牛好歹也打一下草稿吧。我就知道说了你们也不信。因为你们从骨子里就不相信我能行，在你们心里我永远都是那个被骂猪脑子没出息的废物。但很可惜，我出人头地了 ，Grass 就是我的公司。
你一个连高中都没读完的农村丫头，跟我说是什么大公司老板，你自己说的你信吗？你要是嘎拉斯老板，我他妈就是米国总统。爸，他真的是……行了，你们几个还真被他唬住了。你要真是大老板，拿50万不就是轻轻松松的事儿？你倒是拿呀，还在这儿又是让下跪又是让道歉的，就知道推三阻四。我说了，要我掏钱，就得先道歉。我也说了，道歉绝不可能。看来到了今天，你们都没有觉得自己过去有什么不对。既然不道歉，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。你们好自为之。草儿，二姐别走，别叫他，让他滚，我就当没这个女儿。啊！老头子，你怎么样？别吓我呀！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沈院长，给苗富贵安排专家手术吧，费用我来结。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？嘴上说着绝不原谅，最后却还是心软。亲情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是非题，不管怎么选，都会留有遗憾。你善良，所以做不到冷眼旁观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好，有事就给我打电话。苗富贵家属在吗？在，院长，我们已经在想办法凑钱，求您再宽限几天，别赶我们走。谁说要赶你们走了？准备一下，一会儿手术吧。手术？可我们现在没有钱。手术费用已经有人替你们交了。谁交的？苗董啊。哪个苗董？我们不认识什么姓苗的董事长啊。这是 Grass 集团的创始人苗董苗青草女士，她给你们安排了最好的专家团队，费用她全包。院长刚刚说的那个苗董，真的是咱们草儿吗？怎么可能？那丫头从小就笨，怎么可能混上董事长？怎么不可能？给你们支付医药费的人，确实是青草。他真的成了老板。青草有着超出常人的坚韧，更有你们想象不到的天分和眼光。她还很能吃苦，从底层女工做起，白天卖衣服，晚上读书，从女工做到店长，再到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。过程中，她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磨难，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你们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儿，却被重男轻女的执念蒙蔽。你们从来没有，哪怕一次也没有相信过她。她被你们伤害了那么多次，最后还是不忍心见死不救。你们但凡知道感恩，就应该为过去做的所有错事向她道歉。好好准备手术吧，不要辜负她。我的草儿啊！手术很成功，病人已经脱离危险。走吧。青草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你果然还是心疼爸妈。姐，我就知道你大度，爸50多万的手术费你都二话不说掏了，干脆好人做到底，也帮我们兄弟俩掏个几十万吧。爸50多万的手术费你都二话不说掏了，干脆好人做到底，也帮我们兄弟俩掏个几十万吧。当务之急就先帮我把高利贷还了。三弟啊，你要钱多难为人。青草，我不用你掏钱，你在公司给我安排个薪水高一点的职位就行，当不了总监当个经理也行啊。我付治疗费是看在他们生养我一场的情分，至于其他的，别再来找我。青草，我可是你亲大哥，你要是不给我安排工作，我真的要活不下去了。苗青松，你不是没能力找到工作，你只是眼高手低，普通工作瞧不上，非要当高管。可你前科一大堆，别人凭什么把重任交给你？放下你的架子，务实一点。你一个大学生，只要肯踏实做事儿，有什么不能养家糊口的？可我现在都火烧眉毛了呀！你嫂子不理我了，银行天天催房贷，前公司还要起诉我挪用空货。你能不能帮我跟老板求个情，让他别起诉我？或者你给我点钱把窟窿补上也行啊。看在曾经兄妹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指一条明路。你说，把房子卖了。什么？把你那套学区房卖了，把挪用的公款还上。卖房子？那我住哪儿？回老家，老宅我可以出钱翻修，你只需要把应尽的孝道尽了。
回了乡下，那我儿子还怎么上国际学校？不行，回乡下太丢人了，我不回。不，回了乡下，那我儿子还怎么上国际学校？不行，回乡下太丢人了，我不回。我们都是乡镇学校出来的，你要是觉得回乡下丢脸，那进监狱就很体面。二姐，大哥不愿意回乡下，我愿意啊。我回乡下，那我的赌债你能不能？不能。苗青柏，从小到大你什么事都两手一摊甩给别人，让别人帮你兜底。可你今年都多大了？你该学会自己扛事了。我也想扛，可我现在扛不住啊！那些放高利贷的心狠手辣，难道你就这么袖手旁观，眼睁睁看着我被他们弄死吗？谁说他袖手旁观了？青草一直在帮你想办法，他这么多年从来没开口找我帮过什么忙。听说你的债主欠陆海的人情，他头一次向我开口。那然后呢？不用还了？想得美！秦年出面协商，债主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已经同意免去所有利息，剩余本金你只需要按月分期还。啊，还要还本金啊？你以为别人的钱就不是钱了？只要你还本金，已经是卖人情网开一面了。你要是不想要，我现在就打电话收回这个人情。要，我要。可是我没有工作，以后拿什么还呢？可是我没有工作，以后拿什么还呢？种地、打工都行，我可以从泥腿子做起，你为什么不可以？从今往后，你自力更生。要是再游手好闲，我就找你的债主收回人情，到时候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。这里有2份协议，签了。大哥挪用空款的事我去协商解决，3弟的赌债我去担保。不签，那一切公事公办，该坐牢的坐牢，该挨揍的挨揍，以后别再来找我。我在外面等你。草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出钱救你爸。不用放在心上，就当我还你们生养一场的恩情，从此我们两清了。这次还好有你，你爸才能从鬼门关回来。等出院，我们就打算回老家养着。你要是有空，就回来看看。我以后回去，也只是去墓地看看奶奶。反正你们也一直看不上我，那以后能不见就不见吧。草儿，草儿，这么多年来，我都没有好好跟你说过话。生病这段时间，我想起很多以前的事，想起你小时候我带你下河捉鱼，教你打算盘，想起你大夏天来田里给我送饭，给我擦汗。爸，吃饭啦！我们青草真乖，咱们爷俩咋就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样了呢？变成这样，肯定是我们当大人的问题。想想你小时候考第1名，我却骂你瞎猫撞上死耗子；你把裁缝铺做大了，我却从来没夸过你一句，还瞒着你把店卖了，让你上不了大学。是我们有问题，是我们心眼长偏了啊！我这辈子死要面子固执，总觉得儿子才是家里的根，要别人羡慕我老苗家光宗耀祖，所以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了你2个兄弟，委屈了你。明明你才是那个最孝顺最有出息的孩子，我却装瞎不肯承认，还把你当野草踩了大半辈子，可到头来却是你救了我的命。陆老板说的对，有你这样的女儿是我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爸这辈子欠你的还不清了，但爸还是想当面给你道个歉。草儿，爸对不起你呀！爸知道这句对不下来的太晚了，但还是想说给你听。你们的道歉我收到了，但我没办法说没关系。那些年受过的伤、流过的泪，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平的。有些伤口，即便看着已经愈合了，但还是会隐隐作痛。爸不求你能原谅，只希望你能给个机会，让我们补偿你。我不需要你们补偿，你们也补偿不了。我们以后就互不打扰。草儿，你是不是还恨我们？我不恨你们了，
但我也没办法跟你们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亲近。放心，我会翻修老家的房子，让你们回去养老，每个月按时给你们打基本生活费。但我也只能做到这儿了。我们各自安好。想什么呢？在想小时候学的一首诗：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有人说，原生家庭的伤害不是一场暴风雨，而是一辈子的潮湿。我曾被困在潮湿的泥潭里，但我勇敢地爬了出来，收获了我的雨过天晴。也祝愿天下所有不被偏爱的孩子，都能像野草一样，在石缝里扎根，在风雨里疯长。